人生路上，许多人认为最难的是积累财富，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挑战在于拥有财富之后，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见过无数人白手起家，也见过同样多的人在富裕之后迷失自我。击垮他们的并非金钱本身，而是他们自身的愚昧。他们误以为成功等同于自由，殊不知财富反而暴露了他们所有的弱点：贪婪、骄傲、嫉妒、酗酒等等，不一而足。财富只不过是为这些内在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想要在这个人人都渴望更多财富的世界里保持理智，不妨从反向思考开始。不要总是问怎样才能成功，而是先思考什么会导致失败，然后努力避开那些潜在的陷阱。这始终是我人生的信条。反向思考，永远都要反向思考。在追求卓越之前，先要避免愚蠢；在渴望荣耀之前，先要规避毁灭。你会惊讶于这种方法能带你走多远。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那些最终陷入困境的人，往往是直接奔向他们明知会带来麻烦的陷阱。他们过度饮酒，沉迷赌博，肆意炫耀，最终却对自己的不快乐感到困惑。年轻的时候，我曾尝试吸烟，仅仅因为在当时看来那是酷孩子的标志。结果我吐得天昏地暗，当场就决定戒掉。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去他的吧，谁也别想引诱我沾染上这该死的玩意儿。这就是保持理智的一种方式，拒绝为了迎合他人而去做愚蠢的事情。我也曾目睹过类似的模式在酒精问题上重演。家族中不少酗酒的例子，早就让我明白了烈酒的危害。我偶尔也会喝点酒，甚至有过一两次喝过头的经历，但每次呕吐的那一刻，我都深刻地领悟到了教训。那股强烈的恶心感就是我最好的老师。痛苦是绝佳的导师，前提是你足够聪明，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需要非凡的天赋，只需要看清楚什么东西会毁掉别人，然后自己不要去效仿。这听起来很简单，因为它确实如此。真正困难的是，当周围的人都充满信心地去做蠢事的时候，你能够逆流而行。以房子为例，我在这栋简朴的房子里住了将近60年。与此同时，我看着我的朋友们发家致富，建造起一座又一座的豪宅，但几乎所有人在房子建好之后都变得不快乐。华丽的房子看起来气派，但也伴随着一系列华丽的麻烦，高昂的维护成本，别人嫉妒的目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交压力。它并不会让你更快乐，只会让你更加忙碌。简朴的居所带来内心的平静，而复杂的豪宅则带来无尽的烦恼。这并非什么高深的哲理，而是我长期的生活观察。因此，如果你想在致富的过程中保持清醒，那就尽量简化你的生活。这并不是要你过苦行僧般的生活，而是因为杂乱的环境会蒙蔽你的判断力。当你被喧嚣、干扰以及那些争权夺势的人包围时，你根本无法清晰地思考。现在，我要坦白一件事，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好得多。如果当初我更聪明、更敏捷，或者更早开始行动，我现在拥有的可能不是几十亿，而是万亿的财富，这是事实。但我不会为此感到后悔，
后悔是那些不懂概率的人才会有的情绪。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游戏中都获胜，关键在于避免彻底破产。诀窍不在于追求完美，而在于规避灾难。而人生中的大多数灾难都是我们自己招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明白，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一种非常稀有的财富。金钱可以靠复利增长，但通过不断避免犯错，心灵的平静同样可以实现复利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生活。它可能不那么光鲜亮丽，也不那么刺激，但却极其有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节俭的生活习惯，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时刻警惕自身的愚蠢。这个世界上充斥着聪明人做蠢事的例子，没有什么比失去理智更能迅速摧毁财富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变得富有，首先要守护好你的理智。金钱可以来来去去，但是一旦失去了理智，就无法用金钱将其赎回。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听到的真相，但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你是否接受而改变，它只会不断地向少数仍然保持清醒的人传授相同的教训。年轻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未必总是最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够避免重复犯下愚蠢错误的人。成功并不需要你拥有过人的天赋，只需要你始终避免做出愚蠢的行为，这才是逆向思维的真正含义。大多数人都是正面出击，追问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如何才能积累财富，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什么会让我痛苦？什么会让我变得贫穷？找出这些答案之后，我就努力避开它们。这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你不需要每次都打出完美的一杆，你只需要避开沙坑和水障碍。人生也是如此，远离麻烦，时间自然会为你完成大部分的复利增长。当你开始逆向思考时，你就不再追逐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开始看清现实。你会发现，人生中的许多灾祸几乎都是自己招来的。债务、嫉妒、酗酒、过度自信，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看看那些破产的人，罪魁祸首并非是股市，而是他们在股市中的行为。看看那些破裂的婚姻，并非是命运的捉弄，而是判断失误、情欲、贪婪以及扭曲的傲慢所致。你会发现其中的规律。人生中的许多苦难都源于对显而易见的危险视而不见。我记得曾有一位聪明迷人的家伙，他能同时引用莎士比亚和凯恩斯的名言，却抵挡不住杠杆的诱惑。他借钱去押注那些看似稳赚不赔的买卖，一旦失手便倾家荡产。并非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太过聪明了。他以为那些规则不适用于自己，这才是最致命的幻觉。相信自己是例外，你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人都不是。现实世界根本不在乎你有多么聪明，他会精准地惩罚你的傲慢。他非常有耐心，他会静静地等待你的自信膨胀到顶峰，然后再夺走你的一切。正因如此，我一生都避免使用杠杆，没有追加保证金的催缴，也没有彻夜难眠的煎熬。即使犯了错误，我也至少要能活着走出来。这才是保持理智的真谛。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但愚蠢是可以规避的。
然而愚蠢往往喜欢结伴而行，它在人群中滋长，尤其是在经济繁荣的时期。1999年，人人都以为互联网能让他们一夜暴富。我告诉他们，或许会，但你们很可能在致富之前就发疯了。他们哄堂大笑，随后而来的互联网泡沫破灭，让他们笑声戛然而止。同样的故事年复一年的上演，面孔在变，行为却依旧。反向思维之所以有效，在于它迫使你直面真实，而不是追逐虚幻。人群总是追逐那些闪光点，智者则会避开灼人的烈焰。你不需要预测未来就能获得成功，只需要识别那些持续摧毁人们的事物，然后另辟蹊径。换个角度思考，如果你从不吸烟，就不会死于肺癌；如果你从不滥用债务，就不会破产；如果你从不嫉妒他人，就不会做出愚蠢的比较，规避了风险，好的结果自然会水到渠成。这正是巴菲特和我毕生都在践行的法则。我们从未试图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只求不做最愚蠢的那一个。而这比听起来要难得多，因为愚蠢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轻而易举，令人心潮澎湃。它无处不在，常常伪装成机遇、创新或者千载难逢的机会。人们追逐他们，仅仅因为他们认为错失良机比遭受损失更可怕。但是错失良机从未真正毁掉任何人的生活，而失去一切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明白，智慧不在于不断增加新的想法，而在于剔除那些错误的观念。知识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只有清除掉脑海中的那些无稽之谈，你才能真正变得明智。这才是逆向思维的真正精髓。它就像一个思维的过滤器，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问问自己，如果我的判断失误，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如果答案是一切，那就坚决不要去做。所以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并保持清醒的头脑，秘诀就在于别追逐耀眼的光芒，去追求清晰的认知。别寻找下一个风口，要去规避下一个重大错误。当众人争先恐后地奔向险境时，那些沉着理性的人正在悄然积累着安宁和财富。这便是富人和败家子之间的分水岭。现代社会最愚蠢的病症，莫过于认定更多就是更好，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豪车，更多的房产，更多的一切。人们建造起越来越大的牢笼，却将其称之为成功。年轻的时候，当你囊中羞涩，你梦想着拥有足够的财富，但当你真的拥有了足够的财富之后，却突然发现远远不够，陷阱也由此开启。我见过各个阶层的人都重蹈覆辙，有人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却依然心神不宁，自欺欺人地说，等我赚到1000万就放松了。等到了1000万，他又开始渴望5000万。等到5000万的时候，他又渴望1个亿。等到目标达成，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焦虑的、痴呆的老人，整天盯着他的财富计数器。他并没有真正变得富有，而是染上了一种瘾症。无论是酒精成瘾还是地位成瘾，本质上都是心灵的疾病。他劫持了理性。我从来不希望自己活成那样，因此我很早就为自己设置了防护栏。其中一道屏障就是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60年来，我一直住在同一栋房子，同一个地址。常常有人问查理，为什么不搬进豪宅？
因为我不是傻子，我见过那些豪宅是如何吞噬人的灵魂的。人们花费数年精心设计，再花费数年去维护，余生则忙于填满那些根本不真正关心他们的人。这不过是一场由嫉妒驱动的无尽赛跑。每当看到有人花费数千万建造豪宅，仅仅是为了在宴请宾客时炫耀，我就会想，你本可以买到内心的安宁，却选择了焦虑。小巧实用的房子教会你谦逊，而宏伟的宅邸除了浪费之外，什么也教不了你。想在致富的时候保持清醒，那就学会停止每赚到更多钱就升级你的生活方式。因为当你将幸福与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时，你就将内心的平静拱手让给了市场。如果你的满足感依赖于外界的赞扬，那么无论你身价多高，你仍然是一个奴隶。世人以为像我这样的富人活着只是为了博人眼球，不，真正的自由是无所畏惧。这种感觉无法用金钱购买，只能通过自我克制才能赢得。巴菲特和我从未想要私人飞机或者10座别墅，我们渴望掌控自己的时间，渴望静下心来阅读，清晰的思考，安然的入睡。而当生活像一个喧闹的马戏团一样时，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大多数人不明白奢侈是多么危险，它会麻痹你的感官，使你变得软弱，用期待取代感恩。我目睹我的朋友们买下了金钱所能买到的所有玩具，游艇、艺术品、顶层公寓，最终却比当初更加不满足，因为他们失去了唯一重要的东西——简约。如果你无法在一个简朴的屋檐下与你所爱的人共享生活，那么再宏伟的宫殿也无法治愈你，它只会让你的空虚回响得更加响亮。当空虚遇上虚荣，理智就会飞出窗外。你知道我为什么仍然吃着朴素的食物，开着简陋的车，保持着平凡的作息吗？因为这让我贴近现实，而现实是我所知的最好的治疗师。我无需取悦任何人，只需要避免愚蠢，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生活尚可忍受。生活方式的通货膨胀是幸福的无声杀手，它不会突然袭击你，而是像锈蚀一样悄然蔓延。今天升级一点，明天放纵一下，很快你的欲望就会超越你的收入，无论你的收入有多高。于是你开始冒险，仅仅是为了维持进步的幻想。这就是聪明人破产的真相，不是因为坏主意，而是因为好主意被过度膨胀了。世人总以为自律是一件乏味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它却是至高的力量。如果被欲望所奴役，你就无从理性可言。而大多数人完全沉溺其中，他们称之为雄心壮志，我却将其视为包装更精美的疯狂。真相是，如果你无法停止贪求更多，你将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如果你无法学会说不，那么成功终将吞噬你。我见过亿万富翁为了追求资产负债表上多一个零而自我毁灭。你以为他们应该心满意足，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始终焦躁不安，因为当足够这个词从你的词汇表中消失时，你就永远无法赢得这场游戏。你只会不断地提高赌注。保持理智的最佳方式是学会停住的艺术，停止不断升级换代，停止与他人攀比，停止将盲目的行动误认为进步。当你抵达足够的境地时，那才是真正的成功。但大多数人飞驰而过，
却浑然不觉。他们以为自己在攀登，实际上不过是在昂贵的阶梯上坠落。如果你想在致富的路上保持清醒，真谛就在于，你不需要更多，你需要的是更少但更精挑细选的东西。致富是智力隐形的税收，越是聪明的人，如果不加以控制，就需要付出越高的代价。我见过太多杰出的人物，律师、银行家、CEO、教授，他们拥有天才般的头脑，却遭遇了惨淡的结局。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万有引力定律与他们无关。他们看着别人失败，却说那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失败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向他们逼近。要知道，致富总是会在你的耳边低语着诱惑，他告诉你，你与众不同，你更聪明，你不会重蹈覆辙。但是现实世界根本不在乎你的自我说辞听起来多么精妙。我曾认识一位靠房地产交易积累了一小笔财富的男子，后来他认定自己无所不能，他借贷扩张，筑起了一座高耸的债务之塔，像一个天才一样耀武扬威。当市场转向时，他彻底破产，不是因为他缺乏才能，而是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会犯错。这就是成功的诅咒，它会诱使你相信自己不会失败，而一旦你深信不疑，失败的种子就已经埋下。致富从不昭告天下，它常常藏身于自信、野心或远见之后。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人们不再倾听，不再质疑，不再存疑，此时傲慢便接管了方向盘，而傲慢永远会撞毁车辆。巴菲特和我犯过无数的错误，但我们做对的一件事就是及早的、大声地承认自己是蠢货。我们不为愚蠢辩护，而是努力去修正它，这才是生存之道。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在人生中，我们不为愚蠢辩护，而是努力去修正它，这才是在商海与人生中存活之道。如果你想保持清醒的头脑，请学会说这4个字：我可能错了。这是你所能买到的最廉价的保险。当你自以为刀枪不入的时候，其实已经站在了行刑队面前。大多数人的失败并非源于无知，而是源于自我膨胀。他们明明知道风险的存在，却视而不见，仅仅因为这与他们的自我形象相悖。他们宁愿坚持己见，也不愿变得富有；宁愿守护骄傲，也不愿保全和平。自我形象，他们宁愿坚持己见，也不愿致富；宁愿捍卫尊严，也不愿守护和平。正因如此，谦逊才常常被人们低估。它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生存之道。在现实面前屈膝的能力，区分了长存者与消亡者。我见过在石油、地产、科技等领域发家致富的人，仅仅因为成功之后无法收敛自己的自负，他们误将别人的掌声当作自己是天才的证明。但是掌声终将消散，而成果却会永远留存。真相是，没有人能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聪明，包括我自己。而生活总会以残酷的方式提醒你这一点。这个教训在我法律生涯的初期就让我刻骨铭心。我曾以为自己智谋过人，但后来我却亲眼目睹那些自律而沉稳的平凡之人击败了那些才华横溢却浮躁傲慢的天才。那一刻我顿悟，气质永远胜过天赋。
能够控制自己冲动的人，永远胜过那些放任自我的平庸之辈。自负会让你追逐错误的目标，你不再问这是否明智，而是问这能让我显得出色吗？一旦你开始为观众表演，你就迷失了方向。我见过一些商界人士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他们宁愿骄傲的破产，也不愿谦逊的致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事情了。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并保持清醒，就必须看清自负的本质，它是一个靠赞美滋养的寄生虫。越多的人崇拜你，他就越贪婪。因此，我总是远离那些阿谀奉承之徒。真正的伙伴会在你犯傻的时候直言不讳地指出来，这正是巴菲特和我相处的方式，坦诚相待，不掺杂任何虚荣。当有朋友敢于说你愚蠢，而你却心怀感激的时候，说明你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请牢记一条刻在脑海里的铁律：每当你觉得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时，立刻离开那个房间，要么你身处错误的地方，要么即将做出愚蠢的事情。自负是最容易让你同时失去金钱和理智的途径，它不会瞬间摧毁你，它只是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因为自满而停止学习。而当你停止学习的那一天，你就开始走向死亡。所以，当人们问我如何在致富的过程中保持理智时，我总是告诉他们，别沉溺于自己很特别的幻觉，保持好奇心，保持谦逊的态度，保持谨慎的作风，现实世界永远不会被打败，它总是会收回它所欠的一切，尤其是向那些骄傲自大的人所长。人们痴迷于复利增长，却忘了愚蠢的累积速度远超财富。一个愚蠢的决定会引来2个，继而4个，再然后8个。等你惊觉的时候，已经深陷后果的泥潭而不知所措。大多数灾难并非始于致命的一击，而是由微小的判断失误日积月累而酿成的。你不会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而是因为疏于防范而被缓慢侵蚀。正因如此，规避愚蠢堪称一门艺术，它悄无声息，平淡无奇，却效果惊人。报纸永远不会刊登男子50载避开灭顶之灾的头条新闻，但这才是成功人生的真谛。你不需要拥有过人的天赋，只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而坚韧源于避开那些显而易见的雷区。在商界，愚蠢常常伪装成兴奋，人们追逐下一个大事件，下一次革命，下一个闪亮的物件，我称之为愚蠢溢价。你为愚蠢带来的刺激额外买单。当众人狂热时，退后一步；当众人恐惧时，谨慎地踏入。道理很简单，只是难以践行，因为大脑厌恶无聊。但无聊正是理智栖息的地方。那些缓慢致富的人，正是那些能在无事可做时安然无为的人。他们不需要通过行动来感受活着，他们让耐心承担重任。巴菲特和我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做着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情，静静地等待。我们等待那些显而易见的投资机会，那种连5年级学生都能理解的投资。我们不预测，不赌博，不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比大众更聪明。我们只在胜率极度倾向我们的时候才出手。这并非天才之举，而是自律的功劳。但世人厌恶这样的答案，他们渴望复杂性，渴望密集，渴望他人不具备的优势。
真正的优势在于不要做愚蠢的事情，你会惊讶于这种品德的稀缺性。我曾说过，明智之最上策在于恒常避免愚蠢的行为。我当时是认真的，世间充斥着相互较劲的聪明人，与此同时，那些默默避开明显陷阱的安静之人，最终却拥有一切。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两位投资者拥有相同的起始资金，一个人试图通过高风险的押注每年翻倍他的资金，另一个人则以10%的复合利率稳步增长。谁会赢？稳健者会获胜，因为冒险者终将血本无归。这就是愚蠢的数学定律，它从不宽恕。人生中的大多数事情都像投资一样，生存为先，增长次之，而生存之道不在于精明，而在于谨慎。正因如此，我常常说，人生本就不该轻松。如果人生过于轻松，那就会让蠢货得逞。宇宙从不如此慷慨。规避愚蠢需要克制冲动，需要学会说不的次数远多于说是的次数，需要懂得适可而止并及时收手。你不必对每一个投球都挥棒，只需要等待你理解的球路，然后全力击出。人们常常忘记，不作为也是一种决策，而这往往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能掌握不反应的艺术，你将比绝大多数人更持久，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过度反应而自我毁灭。他们任由情绪主宰他们的财务和个人生活，愤怒、贪婪、嫉妒，这些都是代价高昂的情绪。他们会蒙蔽你的判断力，加速愚蠢行为的发生，并延缓复利增长的速度。我曾说过，复利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永不无谓的中断，这既适用于金钱，也适用于理智。每当你追逐那些纷扰之事，与愚蠢的人争辩，或者沉溺于虚荣时，你就是在中断自己的复利进程。你消耗了本可以用来思考的精神能量，规避愚蠢的行为并不光彩。当你对着别人说我放弃了那笔交易时，你不会赢得任何掌声，但掌声并不会带来分红。内心的平静才能真正创造价值。最终拥有宁静的财富和长久的幸福的人，并非那些铤而走险的人，而是那些在50年间默默避开各种灾难的人。如果你觉得这很无趣，那很好。无趣常常被严重低估了。无趣能让你保持理智，无趣能让你保持富足。你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你只需要少做蠢事，因为每一次克制都能让你免于10次后悔。所以下次当你冲动地想要耍小聪明时，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是明智之举，还是单纯为了寻求刺激？如果是后者，立刻走开。记住，金钱会复利增长，智慧会复利增长，但愚蠢的复利增长速度更快，而无知的代价则残酷无比。痛苦是绝佳的老师，只要你愿意倾听。大多数人不会，他们感受到痛苦，然后就急于将其遗忘，因此他们永远学不会。我所有的智慧都伴随着痛苦而生。你以为成功会带来成长吗？未必。成功只会强化你的习惯，无论好坏，而痛苦则会迫使你做出修正。少年时，我曾尝试吸烟，想成为酷炫少年中的一员。点燃香烟，吸入一口，几乎要呕吐。就这样，当天我就戒掉了。我记得当时在想，如果为了融入群体就得强迫自己忍受痛苦，那我活着也太愚蠢了。咔嚓一声，
那一刻的恶心感或许救了我一命。大多数人会强忍着恶心继续吸下去，他们会说我会习惯的，而这正是毁灭他们的根源。他们习惯了愚蠢。这个世界上充斥着适应痛苦并将其视为常态的人，他们持续做着那些让他们感到不适的事情，无论是经济上、情感上还是身体上，仅仅因为别人都在这么做。我拒绝玩这种游戏。每当某件事让我感到恶心时，我就将其视为自然的警示，停下来。酒精也让我领悟到了同样的道理。有一次我喝得太多，醉倒呕吐，那阵恶心教会我的节制之道，远胜过任何的说教。你不必完美才能变得明智，只需要在生活扇你耳光的时候学会倾听。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选择麻痹自己，宿醉之后继续豪饮，投资失败之后加倍下注，将责任归咎于市场、上司、配偶，唯独不反省自己。如此一来，就无从领悟真正的道理。否认是成长的死敌。如果遭遇痛苦，正确的问题并非为什么是我，而是我刚刚领悟到了什么。智慧由此复利增长。我见过有些人几十年都在重复着相同的错误，仅仅因为他们从未剖析自身的痛苦，他们贪图回报，却逃避责任。痛苦是反馈，它是现实开出的一张错误账单。付清它，你就会变得更加睿智；忽视它，你将持续背负着利息不断累积的债务。我很早就领悟到，自己造成的痛苦最为珍贵，因为它最诚实。当我犯错的时候，我无处推诿，只能修正自己的思维模式。这正是个人责任的精髓，将痛苦视为信号，而不是委屈。讽刺的是，人们渴望无痛的人生，但无痛的人生只会催生出软弱的头脑。没有历经磨砺，钢铁就无法变得坚韧。你或许认为坚韧是在舒适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并非如此。它源自于你真实面对并克服的每一次小挫折。我整个投资生涯的根基都建立在那些曾经犯下的错误所留下的印记之上。我们曾因一些愚昧的想法而遭受亏损，但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绝不再重蹈覆辙。巴菲特和我经常探讨这一点。拥有正确的痛苦类型至关重要，不是混乱无序的痛苦，而是有纪律的痛苦；不是源于愚蠢的痛苦，而是促进成长的痛苦，是一种会触动你的自尊心的痛苦。一种痛苦会伤害你的自尊，另一种则塑造你的品格。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真正被理解的痛苦就是一种信息，它揭示了你的哪些假设是错误的。宇宙会用一个醒目的红色叉号标记你的考卷。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会回过头去找出你误解的根本原因。痛苦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你可以选择承受哪种类型的痛苦。建设性的痛苦能够推动进步，而无谓的痛苦则会因为你拒绝面对现实而反复出现。酗酒后的呕吐就是一种无谓的痛苦，但如果你发誓永不再如此狂饮，并真心付诸实践，那就是一种建设性的痛苦。投资的道理也是一样，因小失误而造成的轻微亏损能教会你终生的谨慎，而一次性输光所有的钱只会让你陷入绝望。所以保持谦逊，在小问题演变成大麻烦之前从中学习。如果你忽略了轻微的警示，生活就会用响亮的尖叫来回应你。我一直相信，当你理解痛苦时，
它就是一种宝贵的收获。它能磨练你的判断力，培养你的耐心，并抑制你的傲慢。我不需要在山间冥想或者诵经念咒来保持清醒，只需要记住愚蠢行为带来的不适感，就能避免重蹈覆辙。每一次诚实面对错误所留下的伤痕，都会变成智慧的碎片。每一次坦然接受的过失，都会成为抵御下一次错误的盔甲。所以，不要逃避不适，让它成为你的导师，让它烧进你脑中的荒谬想法。从长远来看，你承受痛苦的能力决定了你成长的幅度。那些在年轻时就能承受微小真相的人，一生都不必面对重大的悲剧。世人常常误以为复杂就等同于智慧，事实并非如此。复杂往往只是混乱的一种华丽伪装。我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就是简化生活，住在朴素的房子里，保持规律的作息，遵循简单的原则。大多数人低估了在追求奢侈品时所丧失的心智清晰度，他们以为购买的是舒适，实际上买来的是分心。我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将近60年，它不算狭小，但也很简朴。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换一栋更豪华的住宅，答案很简单，我更看重内心的宁静，而不是外在的名声。当生活像一个展览厅时，思绪很难清晰。只有当周围不再喧嚣，不再试图吸引你的注意力时，你才能进行清晰的思考。豪华住宅或许能让客人惊叹，却会让你的大脑疲惫不堪。维护、装饰、安保，每一次升级都会消耗你更多的时间、注意力和平静，而时间和内心的平静远比房屋的面积更珍贵。简约并非贫乏，而是一种清晰的状态。它是一种选择，选择只拥有真正需要的，而不是被物品所反噬。巴菲特和我早就领悟了这个道理，他至今仍然住在1958年购买的那栋位于奥马哈的老房子里。这并非出于怀旧，而是务实的选择。稳定的环境才能让你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思考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当思绪混乱时，思考就变得更加不可能。现代社会将各种喧嚣包装成成功的模样，每一则广告，每一位网红，每一条社交媒体的动态都在呼喊着升级你的生活，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当你追求升级时，你的理智正在降级。我见过一些亿万富翁的宅邸，大到需要地图才能找到洗手间。他们就像迷路的游客一样，在自己的宫殿里徘徊。你认为这就是成功吗？只不过是灯光更亮的牢笼罢了。简约让你能够专注于判断，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能力。判断需要内心的平静。如果你始终忙碌奔波，就无法看清真相。多年来，我始终坚信，幸福人生的第一法则就是降低你的期望值。这并非愤世嫉俗，而是一种生存策略。当你不再执着于事事追求宏大时，你就会开始珍惜当下已经拥有的美好。因此，我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投资、人际关系，甚至饮食，都避免复杂性。简约的体系更加持久，而繁复的体系更容易崩溃。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巴菲特和我从未投资科技初创企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理解还不足以预测他们的未来。我们始终坚持在自己的能力圈内行事，将那些绚丽的烟花留给别人去欣赏。这并非胆怯，而是一种纪律。
复杂性会诱惑那些聪明的头脑，因为它能满足他们的自负心理。你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参透其中的奥秘，这正是陷阱所在。当你的自我形象依赖于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时，你就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我所遇到的顶尖投资者、思想家和建设者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热爱简单。极简主义是一种美学，而简单是一种思维武器。他们不断剔除冗余，直到只剩下真相。你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你需要更少的干扰。你不需要更多的知识，你需要更少无用的信息。你不需要更多的机会，你需要的是更强的专注力。人生中每一个事都隐含着一个不。每当你对一个新的承诺、一个新的玩具、一个新的执念说是的时候，就是在对清晰说不。而清醒就栖息在清晰之中。因此，我从不在意社会形象。我穿着朴素，开着实用的车，吃着简单的饭菜。我宁愿看起来平庸但自由自在，也不愿光鲜亮丽却痛苦不堪。简约还能让你免受嫉妒的侵扰。当你开始比较生活方式时，就会开始失去内心的平静。你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旁观者表演，而旁观者永远不会离场，只会越来越喧嚣。不贪求众人的东西，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这正是许多亿万富翁很少承认的秘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自己的欲望所困，原以为财富能解放灵魂，却只会让牢笼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如果你想在致富的路上保持清醒，就必须不断地简化生活，剥离所有的噪音，直到剩下的才是真正重要的事物。因为你拥有的活动部件越少，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心灵的安宁并非建立在增加之上，而是建立在舍弃之上。请记住，当生活简单朴实时，你的心灵才能以最佳状态运转。而明智的选择简单朴实的生活，正是智慧的体现。世人称之为乏味，我称之为可持续的理智。大多数人毁掉自己的人生，并非因为他们说了是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未能说不的事情。不是最高形式的自律，它也是最少被实践的，因为它会让人感到不适。从小我们就接受训练去迎合他人，附和赞同，积极参与，但越是成功，是字就越危险。每一个事都是对时间、注意力和理智的微小让渡。如果你轻易放弃这些珍贵的东西，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金钱富足，内心却已破产。想知道我的生存秘诀吗？我拒绝的次数多到数不清。我拒绝过糟糕的交易、愚蠢的潮流、肤浅的人，甚至那些与我的性格不符的好机会。世人称之为无趣，我称之为筛选。我始终坚信，智者的生命是由其回避之事定义的，而不是追逐之物。拒绝是被低估的智慧。你不必参与每一场争斗，每一个派对，每一笔交易，你只需要知道应该避开哪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拒绝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珍贵。因为当成功不断积累时，干扰也会随之增长。人人都想从你这里分一杯羹，你的注意力，你的见解，你的金钱。如果你不划定界限，他们自然会为你划定。巴菲特和我数十年来收到过无数看似诱人的邀约，有人拿着合同，承诺快速获利，吹嘘下一个伟大的项目，我们几乎全部拒绝了。
并非因为我们悲观，而是因为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专注需要拒绝，装作忙碌比装作挑剔容易得多。忙碌看起来高效，挑剔看起来懒惰，但忙碌是理性思考的敌人。当你过于忙碌时，就没有时间思考。如果你停止思考，就是在赌博。每一次说不，都是在守护你的思考能力。而清晰的思考力才是终极的竞争优势。我曾告诉一位年轻的投资者，成功者与真正成功者的区别在于，真正成功者对几乎所有事情都说不。他当时嗤之以鼻，后来他追逐每一个闪亮的点子，直到精疲力竭。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学到了这个教训。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在生活和投资中，过度承诺会扼杀判断力。当你深陷各种义务之中时，就无法正确的权衡决策。清晰的日程安排等同于清晰的思维，因此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和思考，而不是四处奔波，装模作样。真正重要的人往往因为分心而丧失智慧。不，也是抵御操纵的盾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利用你无法拒绝的弱点牟利的人，广告商、推销员、政客，甚至好心的朋友，都想诱导你的情绪。他们靠你无法停下脚步来获利。如果你想保持清醒，就培养一种怀疑的本能。当某件事情听起来很紧急或无法抗拒时，停下来。如果是真的，明天它仍然存在；如果不是，你就已经避免了一个错误。人们常常将礼貌与软弱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拒绝是不礼貌的行为，但更不恰当的是耗尽一生去取悦所有人，唯独辜负了自己。我并非鼓吹自私，我主张的是守护你有限的注意力，如同守护金钱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你的时间如同资本一般，在明智投资时会增值，在挥霍时会消失殆尽。我始终钦佩那些能够优雅地拒绝别人的人。当你请求他们帮忙时，他们会说：“我很乐意帮忙，但这与我当前的优先事项不符。”没有愧疚，没有道歉，只有清晰。这样的人活得更长久，思考更清晰。说不，并非拒绝整个世界，而是精心选择属于你自己的世界。你的圈子可能会小一些，但会更稳固；你的承诺可能会少一些，但会更深刻。喧嚣会少一些，宁静会多一些。每一个不都是一种自我宣言？他宣告：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的注意力属于我自己，我的理智属于我自己。大多数人失败并非因为时间不够用，而是将时间拱手让给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不，字说出口的最初可能会很艰难，但当你意识到拒绝并不会导致任何灾难性的后果时，它就会变得令人上瘾。因为你开始意识到自己重新获得了多少能量，而驱动明智决策的是能量，而不是金钱。如果你想构建一个理智而成功的人生，不要收集承诺，去收集清晰。清晰始于拒绝，最终说不并非拒绝，它代表着自尊。正是那份静默的自律，让你的思维保持敏锐，让你的灵魂不受污染。请记住，任何傻瓜都能说，是唯有真正的智慧才能说出发自内心的不。人们以为复利只适用于金钱，他们错了。理智同样会产生复利效应。
每一个理性的决定都在你的精神资产负债表上存入一笔小额存款，每一个非理性的决定都在透支你的账户。如果不谨慎地守护这笔资产，你将在耗尽现金之前就宣告破产。我见过无数人财富丰厚，精神却极度贫乏。他们拥有金钱没错，但内心却一片混乱。他们辗转难眠，无法清晰思考，坐立不安。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失去了自我掌控的能力。如果财富要以心灵的安宁为代价，那又有何意义呢？正因如此，我称理智为终极红利。它每天都以平静的满足感、沉稳的判断力和无悔的状态持续回报你。与财务分红不同，它永远不会被征税。获取它不需要任何天才的天赋，你只需要保持恒心。理性思维是一种日复一日通过每一个决策培养起来的习惯。当他人恐慌时，你保持冷静；当他人仓促行事时，你保持耐心；当他人盲目追捧时，你保持质疑。久而久之，这些选择将产生比任何利率都强大的复利效应。因为当众人都为捷径而疯狂时，你正在默默地积累韧性。这种持久力、精神、情感和道德上的坚韧，正是稳定的人生与轰然崩溃的人生之间的分水岭。理智还带来另一种回报：清晰。当你理性思考时，就不会再浪费精力纠缠于无谓的事情。你停止对抗现实，开始与之协作。而当你尊重现实时，它就会成为你的盟友。大多数人将世界视为一个需要巧妙战胜的对手，他们想击败这个体系，但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运作机制远比你更古老、更睿智。理性的人不会与之对抗，而是选择适应。神，我早在年轻时就领悟到，适应能力比预测能力更重要。未来永远充满了意外，所以别再耍小聪明了，开始培养你的适应能力吧。你无法预知一切，但你能掌控自己对任何事情的反应。这就是理智与行动的真正含义。讽刺的是，我所说的理性思考往往只是愚蠢的缺席。你不需要知道所有正确的答案，只需要避开那些错误的选择。理智的积累源于减少，而不是增加。当人们问我终身成功的秘诀时，我总是这样回答：切勿让情绪腐蚀你的理智。贪婪、嫉妒和恐惧，这些都是精神上的酸液，会溶解理性的思维。当你愤怒、嫉妒或狂喜时，思维必然混乱，投资决策同样会失准。理性并非压抑情感，而是不让他们掌控方向盘。你可以心怀嫉妒，但不要让它左右你的行动。你可以感受到恐惧，但不要向它屈服。这正是巴菲特和我每天都在践行的准则。我们并非无情的机器，只是安装了更灵敏的刹车。理智如同财富一样，都系于掌控。如果无法驾驭自己的冲动，智慧就形同虚设，犹如拥有法拉利却缺失方向盘。因此，我们构建了自我检视的系统和思维惯例。我们反复叩问自己：如果我判断失误会怎样？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会重新审视决策的过程。我们剖析行为而不是结果，因为良好的流程可能会导致糟糕的结果，而拙劣的流程或许能侥幸成功一次，却绝不会长久。这种思维方式
赋予你金钱无法换取的财富。这份自信根植于理性，而不是虚荣。人们低估了这种感受的价值。每天清晨醒来时，确信自己的人生并非建立在流沙之上，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能够因为良知和策略都无懈可击而安然入睡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见过一些亿万富翁也渴望拥有这样的心境。如果他们可以选择，一定会愿意用万贯家财来换取这份平静。但理智是无法打折的，只有在逆境中坚守理性，才能赢得这份珍贵。当市场崩盘，当生活失意，当运气耗尽时，正是理智展现最高回报的时候。它让你稳如磐石，任凭他人在原地打转。理性思维赋予你韧性，它阻止你将暂时的损失变成永久性的灾难，它阻止你为了找回聪明的感觉而做出愚蠢的事情。这就是理智的复利效应，它悄无声息地一层层堆砌力量，直到有一天你惊觉自己已经坚不可摧。当到达那个境界，生活变得轻盈，你不再对无稽之谈过度反应，不再畏惧低谷，不再渴求认可，你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而这，请相信我，才是最富足的人生。理智的回报不会体现在银行对账单上，却会显现在你的语气、决策和睡眠质量上。如果你用心滋养它，它将比任何牛市和泡沫都更持久。这里有一个真相，没有人愿意听。理智需要付出代价，你付出的是克制、谦逊和看起来的平淡无奇，但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交易。人人都渴望内心的平静，却很少有人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他们追逐刺激、掌声和兴奋，最后却困惑于为何如此精疲力竭。我从未渴望精彩的人生，我向往的是平静。平静被严重低估了，平静让你能够思考，而清晰的思考如果能够贯穿一生，那就是终极的复利资产。人们常常将喧嚣误认为是进步，以为动弹就等于有进展。他们追逐下一笔交易，下一个刺激，下一次多巴胺的冲击，他们称之为野心，实际上只是穿着西装的躁动。最富足的人生并非数字最耀眼的那种，而是最不依赖外界虚妄的那种。而理智正是换取这种人生的货币。回首往昔，我不羡慕任何更有钱的人，只羡慕那些能够保持内心平静的人。他们领悟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财富如果没有宁静相伴，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贫乏。当你的心灵变成一个战场时，你就无法真正享受财富。如果你仍在与幻影较劲，你就无法真正品味成功。如果你整日忙于证明自己过得很好，你就无法真正自在的生活。因此，我毕生致力于驱散混乱，而不是积累它。我不需要更多的物质，我需要的是更少的干扰。每一次拒绝，每一份克制，每一个静思的片刻，都为我的真实财富增添了分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晰。财富的真正尺度在于掌控，掌控你的时间，掌控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环境。你无需拥有整个世界，只需要拥有你自己，这就足够了。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没有追求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名望，更多的奢华。我告诉他们没有，因为我也因此避开了更多的愚蠢，更多的嫉妒，
更多的烦恼。这笔交易很公平，大多数人失去理智，只是因为他们从未定义什么是足够。他们任由社会设定终点线，而社会却不断地移动这条线。如果你不定义什么是足够，你将永远追逐一个幻影，工作更久，冒险更愚蠢，生命更短暂。这并非成功，而是一种延迟引爆的自我毁灭。真正理解财富，是懂得停下脚步的能力，是能够说，此刻已经足够让我微笑着离开这场游戏。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游戏就控制了你。每当我谈论保持理智时，人们总以为这是一种哲学上的理想，并非如此，这是一种生存之道。因为每一次理智的丧失都始于对理性的小小妥协，这里一点虚荣，那里一些嫉妒，转眼间你就构建了一个由生活主宰，而不是你主宰的人生。我曾经说过，现在再说一遍，致富并不难，难的是保持理性。一旦失去理性，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买回。所以问题不在于我能变得多富有，而在于财富增长时我能保持多平静。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金钱会放大你的一切特质。如果你本性愚钝，财富将催生鲁莽；如果你生性虚荣，财富将助长傲慢；如果你保持清醒，财富反而会赋予你自由。清醒是终极的杠杆，它放大你的判断力、时间价值和幸福感，它让你享受财富，而不是成为财富的奴隶。我见过太多人用清醒换取速度，他们渴望更快地到达终点，却忘了问自己要去哪里。大多数人最终会迷失方向。生命的讽刺之处在于，缓慢而深思熟虑的思考往往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并非因为它光鲜亮丽，而是因为它永不崩溃。如果你想活得精彩，请学会后退，学会在反应之前暂停，学会在跳跃之前思考。正是冲动间隙的缝隙里隐藏着清醒。我常说，世界之所以疯狂，并非源于邪恶，疯狂源于急躁。人们总想走捷径，可人生最深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快出来的。真正的智慧是一条缓慢、孤独却稳健的长路。清醒是那条路上最宝贵的品质。当大多数人陷入狂热奔忙、盲从时，清醒的人仍能一步一步走向正确的方向。所以请记住这个简单的公式：远离愚蠢，保持冷静，独立思考。这三件事看似平常，却能决定你一生的命运。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宁静才是真正的富利。它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不被噪音左右，让理性与耐心替你积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并非来自投机，而源于时间与耐心。保持低欲望，控制支出，将资本投入你理解的领域，然后让时间成为你最忠实的伙伴。当财富终将积累到一定程度，新的考验便随之而来。如何在丰盈中保持清醒，在繁华中守住初心？首富往往比致富更难。唯有警惕愚蠢的冒险，远离贪婪与冲动，才能守住自己辛苦创造的一切。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只是少有人能真正践行。若能做到这两点，以耐心致富，以智慧持富，你将获得世人梦寐以求的珍宝。那不只是金钱，而是自由、安全感与内心的平静。这
便是我90多年人生沉淀出的真谛。缓慢致富，永葆富足，这不是财富的秘诀，而是一个人在喧嚣时代里不迷失自我的最高智慧。